兄弟姐妹们，准备好没？今天我们要带你们飞上云端，探访全世界最高的10座建筑。第2名99%的人都不知道，曾经的世界第一，如今只能排第10。这些大楼高到让你怀疑人生，站在顶楼看下去，感觉云都在跟你哈喽。记得订阅加点赞，系好安全带，咱们要出发啦。第10名，台北101。说起台北101，哎呀，这可是台湾的骄傲。这栋楼高达508米，曾经在2004年到2010年稳坐世界第1高楼的宝座。不过现在被挤到第10名，感觉有点像老牌歌手被新人超车，风采还是在，但得稍微让 C 位了。它的外形超有特色，像一堆竹篮叠起来，这种节高的设计既有台湾传统文化味儿，又超级吸睛，站在远处一看，马上就知道，哦，这就是台北101。说到它的内在美，台北101有个秘密武器——调谐质量阻尼器。这玩意儿是个超大钢球，挂在楼里防地震和台风，稳得像山一样，科技感满满。听说这颗球重达660吨，游客还能去参观，感觉像在看钢铁侠的道具，超酷有没有？还有那电梯，时速60公里，几秒钟就从1楼飙到89楼的观景台，耳朵都来不及适应。站在台北101的观景台，台北夜景一览无余，灯火辉煌，感觉自己像在演偶像剧，随时有男主角从旁边的101大楼冒出来跟你告白。而且这栋楼不只是高，还很会赚钱，里面有商场、餐厅、办公室，啥都有，像是台北的微型城市。唯一小吐槽是，游客太多时，排队搭电梯可能要等得比捷运还久，建议挑个非假日去，省得跟人挤成夹心饼干。总之，台北101虽然现在是世界第10，但它的台湾魂和那份曾经第1的荣光，绝对值得我们为它鼓掌。下次去台北，抬头看看这栋竹篮大楼，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吧。第9名，中国尊。来到第9名，咱们飞到北京，看看这座超有气场的中国尊。这栋楼高达528米，是北京的天际线大老大，长得就像个古代的酒瓶尊，圆润又挺拔，感觉随时可以拿来敬天皇帝。它的设计灵感超有文化底蕴，古代的尊是装酒的礼器，现在这栋大楼装的可全是北京的霸气和现代感。远远一看，真的会觉得，哇，北京，你这栋楼也太会了吧！中国尊的外形从底部到顶部慢慢变细，像个优雅的大酒瓶。听说设计师想表达的是礼仪之邦的概念，超有深意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有哪个豪爽的北京大爷误以为这是个巨型2锅头瓶子，跑来问能不能打2两酒？开玩笑啦！这栋楼可是正儿八经的金融中心，里面全是高端办公室和商业空间，忙碌的西装族进进出出。说到功能，中国尊的观景台也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。站在上面俯瞰北京城、紫禁城、鸟巢、水立方全收眼底，视野开阔到不行。不过知情人士称，从顶楼倒数3层内的第106、107级、108层的观景台，因为在能见度良好条件下，肉眼可眺望西部的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所。如果用军用级别的高倍望远镜，中南海内众人的日常活动将尽收眼底。因多个保密目标被窥视而遭整改，现今中国尊顶楼3层，因此将交给国安部门管理使用，不对外公开。第8名，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。这次来到天津，瞧瞧这第8名的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。这栋楼高达530米，稳稳的当天津的地标老大，外形流线型的像个火箭，感觉随时能飙上天际。它的设计超现代，玻璃幕墙闪闪发光，站在海河边看过去，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。天津你也太会耍帅了吧！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有点像个细腰模特儿，底部宽，往上越来越瘦，优雅的不得了。听说它的外形是为了减少风阻，科学得很。里面可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有办公室、酒店、公寓，
住在这儿的人应该每天都觉得自己是人生赢家吧。说到体验，这栋楼的中式及西式餐厅也是个宝藏。站在93层楼上面看天津，古老的意式风情街和现代化的高楼混搭，超有层次感。这里说一下，天津的风有时候挺热情，站高处拍照可能得抓紧手机，不然就跟他挥手说再见了。有趣的是，这栋楼跟广州的周大福金融中心同名又同高，简直是双胞胎兄弟。但天津这栋感觉更接地气，可能是因为它旁边有海河，还有天津人爱吃的狗不理包子和麻花加持，生活气息满满。第7名，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。这栋楼高达530米，跟天津的周大福金融中心同高，感觉像是周大福集团的双胞胎战略，硬是要凑个对仗工整。但广州这栋绝对是天际线的超级明星，豪华到像住在里面的每个人都自带 BGM， 走路都带风。站在珠江边看它，玻璃幕墙 bling bling 闪，广州你这也太会吸睛了吧。听说里面有超5星级的酒店、顶级办公区，还有豪华公寓，住在这儿应该每天都觉得自己是霸道总裁吧。不过我偷偷脑补，酒店的自助早餐会不会有广式早茶、叉烧包、虾饺、肠粉一上桌，住客吃到不想退房。说到高楼层，这里的视野绝了，这里有家日料餐厅，来这里用餐还可以站在高处看珠江，广州塔、小蛮腰在对面跟你挥手，夜景美到像在看一场灯光秀。不过广州夏天热到爆，去游玩前最好自备小风扇，不然可能会热到怀疑人生。电梯速度也超快，感觉像在搭时光机，下一秒就从地面飞到云端。有趣的是，这栋楼跟第8名的天津的周大福同名同高，但广州这栋感觉更会享受，可能是因为广州人爱吃爱玩的基因加持吧。从早茶吃到宵夜，生活气息浓到不行。总之，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不只是高楼，更是广州，实在广州玩在广州的缩影。下次去广州，记得抬头看看这豪华 icon， 感受一下它的土豪气质吧。第6名，1号世界贸易中心。咱们这趟云端之旅现在飞到大苹果纽约，来看第6名的1号世界贸易中心。这栋楼高达541米，是纽约的天际线大英雄，也是重建后的世界贸易中心主角，带着满满的重生能量。它的外形方方正正，像个超级硬汉，站在曼哈顿街头。1号世界贸易中心又叫自由塔，名字超有气势。它的历史背景让人肃然起敬，取代了911事件后的世贸遗址，象征美国人的韧性和希望。外墙用玻璃幕墙，阳光一照 bling bling 闪，超有现代感。说到体验，这栋楼的观景台 One World Observatory 简直是必打卡点。站在500多米高空，纽约全景360度无死角，帝国大厦、自由女神像全在你眼前。不过观景台门票不便宜，带个全家去可能得先刷爆信用卡。电梯也超猛，里面还有动态屏幕，搭上去像在看纽约历史快闪，几秒钟就搜到顶楼，科技感满分。有趣的是，听说电梯里会放轻音乐，搭上去像在享受 VIP 服务吗？还是说门票贵就贵在这电梯？塔里面还有办公室和商业空间，每天在这上班的人感觉像在云端开会，效率应该爆棚吧。总之，1号世界贸易中心不只是纽约最高楼，更是希望和重生的象征。下次去纽约，记得抬头看看这自由硬汉，感受一下它的满满正能量吧。第5名，乐天世界塔。这栋楼高达555米，稳稳是韩国的天际线一哥，长得像个超高版的韩剧场景，感觉随时有几位欧巴从顶楼走出来跟你来段浪漫剧情。它不只是高，功能还多到爆，酒店、住宅、办公室、水族馆啥都有。乐天你也太会玩了吧。乐天世界塔的外形超现代，玻璃幕墙闪亮亮，像个 K-pop 明星 bling bling 到不行。听说它的设计灵感是韩国的传统陶瓷，优雅又有文化味。不过我觉得
它像个正要准备发射的未来火箭比较多一些。里面的水族馆超好玩，站在高楼里看鱼游来游去，估计鱼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余生还有机会在天空上游泳，超梦幻的有没有？说到体验，乐天世界塔的观景台 Seoul Sky 绝对是重头戏。站在500多米高空，首尔全景一览无余，汉江、首尔塔、江南街头全在你脚下，夜景美到像在看韩剧片头。顶楼风超大，拍照时记得抓紧帽子，不然可能直接飞去济州岛了。心脏真的要够强啊！有趣的是，这栋楼跟旁边的乐天世界游乐园连在一起，感觉住在这儿的人早上看风景，下午去坐云霄飞车，生活也太精彩了吧！不过以首尔的消费水平，住在这儿的估计都是财阀级人士，咱普通人就先去观景台打卡就好了。总之，乐天世界塔是首尔的骄傲，韩流与现代感的完美结合。下次去首尔，记得抬头看看这韩剧大楼，说不定还能偶遇个欧巴哦。第4名，平安金融中心。咱们的云端之旅现在来到科技之城深圳，瞧瞧这第4名的平安金融中心。这栋楼高达599米，差1咪咪就破600，感觉像考试拿99分，气得想找老师加分。它可是深圳的天际线扛把子，外形流线型又霸气。平安金融中心长得像个高科技巨塔，玻璃幕墙闪闪发光，顶部尖的像要戳破天。听说它的设计考虑了深圳的台风天气，稳得像个武林高手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里面有高端办公室、酒店，还有个超赞的观景台。住在这儿的人应该每天都觉得自己是科技大佬吧。说到观景台 ，PAFC Sky Park 绝对是亮点。站在599米高空，深圳湾、香港对岸的山景全收眼底，夜景更是 bling bling， 像是把整个深圳的霓虹都装进眼里。不过，深圳夏天热到爆，观景台可能得自备冰镇酸梅汤，不然站一会儿就变超香的烤肉了。有趣的是，这栋楼的名字平安超有中国味，感觉像在说住我这儿保你平平安安。而且它所在的福田区周围全是科技公司和潮店，生活气息浓到不行。总之，平安金融中心不只是深圳的地标，更是这座城市敢拼敢冲的象征。下次去深圳，记得抬头看看这未来巨塔，感受一下它的科技范儿吧。第3名，上海中心大厦。咱们的云端之旅现在杀到上海，来看这第3名的上海中心大厦。这栋楼高达632米，稳稳是中国第1高楼，长得像个巨型螺旋桨，感觉随时要旋转起飞，冲出地球。上海中心大厦的外墙是玻璃幕墙，扭来扭去的螺旋设计不止帅，还能减少风阻，聪明的像个学霸。听说它的灵感来自龙的意象，超有中国味。不过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它像个超大号的麻花。嗨，我想去楼下买个上海小笼包配着吃，又胖了3公斤。里面功能超齐全，有办公室、酒店、商场，还有个超赞的观景台，高贵又时尚。说到观景台，上海之巅绝对是王炸。站在600多米高空，黄浦江、东方明珠、外滩全景1秒入镜。不过小吐槽一下，上海人潮多，观景台排队可能比排队买奶茶还夸张，建议早点去，不然得练就一身挤地铁的功夫。电梯更是猛，速度快到像火箭发射，10几秒就从1楼飙到顶楼。坐的时候记得抓紧扶手，不然可能要喊我的真奶洒啦。有趣的是，这栋楼还有个绿色心脏，用了好多环保科技，比如风力发电和雨水回收，环保的像个模范市民。站在上海中心大厦前，你会觉得上海的野心全在这了，繁华、时尚、科技一把抓。总之，上海中心大厦不只是中国最高楼，更是上海的繁华霸气的代名词。下次去上海，记得抬头看看这螺旋麻花，感受一下它的王者风范吧。第2名，莫迪卡118。这栋楼高达678.9米，稳稳是世界第2高楼。名字莫迪卡
就是马来语的独立，光听就觉得超有气势。它的外形尖尖的，像是老款大哥大，你们说呢？站在吉隆坡市中心看过去，简直是天际线的超级 C 位。吉隆坡你也太敢冲了吧！莫迪卡118的外观是玻璃幕墙，流线型设计帅到爆。听说灵感来自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，融合传统与现代。每次看到它，我都觉得像个巨大的水晶塔，感觉里面住的不是人，是童话里的王子公主。听说顶楼有个无边泳池，边游边看吉隆坡全景，超梦幻，有没有？不过我还是想小吐槽一下，它这个高度会不会是塔顶那根尖尖的天线在补位？高度不够，尖尖来凑，因为屋顶高度只有518米啊！开玩笑啦，极大的可能是因为避雷。这里给你个冷知识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是世界上最多闪电的城市，所以有那么长的避雷针也是正常的啦。说到体验，莫迪卡118的观景台绝对是重头戏，站在600多米高空，吉隆坡双子塔、磁场街、独立广场全在你脚下。不过以吉隆坡的热带气候，观景台可能得自备防晒，不然晒成咸鱼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这栋楼还没完全完工，预计将在2025年中期开放，但现在已经吸引全球目光。预计完工后会有酒店、办公室、商场，功能多到像个垂直版的吉隆坡市中心，而且118代表118层楼。总之，莫迪卡118不只是高楼，更是马来西亚独立自信的象征。第一名，哈利法塔。终于来到咱们云端之旅的压轴大明星哈利法塔。这栋楼高达828米，稳稳是世界第一高楼，站在迪拜的天际线。它的外形尖尖的，像根巨型水晶针 ，bling bling 闪到不行。哈利法塔不只是高，简直是高到离谱。听说它的顶端可以直接跟云聊天，站在观景台看下去，沙漠、人工岛、棕榈岛全在你脚下。感觉自己是迪拜的酋长，下一秒就要开直升机去兜风。观景台 at the top 在第148楼，票价贵到可以买好几个月的真奶，但风景绝到值回票价。不过迪拜的风沙不是盖的，拍照前记得擦擦镜头，不然拍出来的照片可能自带沙尘滤镜。里面的电梯更是猛，速度快到像在玩星际穿越，几十秒就从地面飙到顶楼，超紧张的。但这么高，风大到不行，站稳点，不然可能被吹成风中凌乱板头上一块布。全球我最富的阿联酋王子的孙子阿联，求求你！哈利法塔功能也超全，酒店、住宅、办公室、餐厅啥都有。住在这里的人，感觉每天都在过7星级人生。有趣的是，这栋楼的名字来自阿联酋总统哈利法来命名，它不只是迪拜的地标，更是全球土豪梦的象征。总之，哈利法塔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，奢华震撼，超现实。下次去迪拜，记得抬头看看这云端之王，感受一下它的无敌气场吧。从台北101到哈利法塔，这10大高楼真的是人类造梦的极致啊！每一栋都有自己的个性，像是台北101的亲切，上海中心大厦的霸气，哈利法塔的奢华，都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。希望这趟云端之旅让你笑得开心，也学到一些小知识。快留言告诉我，你最爱哪一栋？你也可以吐槽或赞美，言论自由是我的宗旨。还有记得订阅加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